高汉奸，睇你個衰樣，幫日本人挺屎都唔夠班啦你，像條賴皮狗啊！嗯，干什么干什么？这里是澳门，是有法律的地方，你想无视法律吗？ 王队长，我在货站的西北角给你留了礼物，记得去取啊！弟兄们，喝酒庆功去！走了喂，哎，多喝2杯啊！哎。 三爷，三爷，你听我说，你给我个机会再。贤哥，黄队长，你可算来了，我差点命都没了。阿荣昨天晚上跟你说他不去押船了，荣哥说他有事儿，我还能说什么？船的手续你也认真的核对过了？当然了，因为荣哥没来，谨慎起见，我和赵县长一起核对的。赵县长亲自确认没问题之后，我才给他货款和回扣。赵鼎华为什么要把通行证开成磨刀门？ 我当时还不愿意呢，生怕绕路耽误了时间。但赵县长说横门水道被堵了，回程只能走磨刀门。之后呢？之后船队就走了磨刀门，因为临时改了道，所以关卡的日本长官还打电话给了赵县长。赵县长亲自确认没问题之后，我们才通了关。再然后呢？再然后，船队就通了关，我就被麻袋给罩住了。 稀里糊涂就挨了一顿毒打，这时候他们才说，他们是大豪帮的，这次抢粮，就是为了给黄队长你一个教训，给我一个教训。你已经落到大豪帮的手里了，他们就能那么轻松的放了你？还放了我？那个叫霞社的都把我拎到了船边，差点丢进海里喂鱼了。 幸亏黄三爷说留我一条性命，让我传个口信。口信儿？什么口信儿？这个说。黄队长，我就是传个话啊。黄三爷说，这次抢粮就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有朝一日还要3刀6洞，拿你血祭那个叫什么？ 五爷的亡灵，让你知道叛帮投敌、当汉奸的下场。报告，楼下来了2个人，派头大得很，说要见队长。 什么人？一个姓付，一个姓崔，说是来讨债的。到底是病了，还是避而不见啊？哎，看付老板您这话说的，我们队长确实是病了。 再说那合同是跟何贤签的呀，要退钱也是去找他呀。行了，中山的粮人人都知道是黄队长扣的，那个何贤只是个经手人啊。但是现在货没到付，何贤也不见了，我们肯定要找黄队长这个真正的货主了，是不是？你先喝茶，消消气啊。总之，你回去告诉黄公杰，今天之内赶紧还钱。我不相信。 他经济签的售卖凭证，法庭不认，告辞。呀，付老板，
胡老板，小姐不急啊。贤哥，这个姓傅的和这个姓崔的，既然是你牵的线，还得麻烦你，去收个尾啊。他们现在要的是退款，我能退什么给他们？难道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吗？这个大豪帮抢了粮，交给的可是总商会。你说这大豪帮没有和总商会串通一气，你信吗？话虽然是这么说，但如果他们不认，我能怎么办？那我就只能来一个鱼死网破。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要是真的闹大了，我可就得拉几个垫背的了。我会说，是阿荣和姓崔的、姓傅的，他们还有大豪帮一起做的局。到时候就看日本人怎么收拾他们了。也只能试试看了。那我这就去找他们，声明利害，争取到此为止。不过那张期票肯定得还给他们了，就当做总商会花600万买了2000万斤粮食，也不算亏。除了合同，尤其是我写的那个委托书，你一定得帮我要回来啊！一定啊！我知道。怎么样啊？求爷爷告奶奶，总算是搞定了。快，再去快！贤哥，这会儿在路上，我跟你交代2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了。什么事啊？第一件，这次卖粮的价格我交到你手上是6毛钱1斤，你到了泽中佐那儿可不敢说错了。我知道。第2件比第1件还要重要，这次事件纯粹是中山的赵鼎华县长和大豪帮里外勾结一手造成的，跟特务队没有关系。至于阿荣嘛，是他自己搞丢了通航手续，所以我才把他给处决了。可明明是烂赌荣勾结的大豪帮。贤哥，这件事情上，阿荣不能跟大豪帮有任何的瓜葛。黄队长的意思是，特务队里只有疏忽，没有内奸。这就对了。一会儿到了泽机关长那儿，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赵鼎华身上推，你只是个跑腿的，什么都不知道，剩下的由我来解释。好，我知道了。我的收粮委托书呢？不就夹在合同里吗？没有啊，你看，你自己看。我记得傅老板和崔老板给我了，可能我不小心落在什么地方了。贤哥，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黄队长，泽机关长不是还等着呢吗？我总要先给你做完证吧。至于委托书，回头我一定仔细的找一找。但找东西这种事情你也知道，越急越找不着，越不急，指不定哪一天就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行，贤哥，行啊。只要他不要冒在不该冒的地方就行。这你就放1万个心吧。只要我和弦安安稳稳，这东西绝不会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王先生，这机关长有请。
我先生，这份文书目录，请你核对一下，要是没问题，就签个字。这是我的问询笔录。怎么，自己刚说过的话就记不清了？没关系，我替你总结一下。此次过两，全是大日本皇军提出澳门民生艰难，故特殊何先生代表澳门总商会前往中央采购粮食。何先生因此成功将粮食购回澳门，拯救了澳门几十万居民。何先生，上述都是你的如实陈述，反正对此也确认无误，你没什么意见吧？这份笔录我没意见，我现在签。好，那就请签字吧。来，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人丁兴旺，瓜瓞绵绵，基业永固。来，干杯！好，干杯！老爷子，老爷子，恭喜啊！恭喜！多喝几杯啊！天喜喜。就不错。来，老爷子。阿贤，我们这次可不光是来为你庆祝乔迁之喜的。贤哥，来。哦，多谢。柯医生，贤哥，过去的澳门啊，是大西洋一家独大。华商虽然经营名号，但也都是单打独斗，不成气候。因此，我们和一批华商老板商议好了，决定合股成立澳门第一家由华商合资的银行，叫大丰银行，地址就在那个新马路澳门预定的那个金融交易所旁边。贤哥，这次来除了恭贺乔迁之喜外，股东们也赋予了我一项大任，请贤哥入股，并担任总经理一职。我？不，马老板，这怎么合适呢？哎，开银号本来就是你的本行啊，凭你的能力有什么不合适的？合适啊，这事儿特别合适，特别好啊！我先干一个。阿贤，我也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们都希望你能入股大丰，开创澳门金融新局面。是，贤哥。可我现在能拿出来的股本实在太少了，而且我的行内资历又浅，这个总经理啊，我是万万不够格的。不如我就当一个普通职员吧。不，贤哥，我保证，我一定尽心尽力。你们看，行不行？哎，万琪，阿贤只要答应肯加入就行，具体职务是什么，以后再议嘛。行，那咱就这么定了啊，贤哥，恭喜你的加入。好，来，恭喜，恭喜，恭喜啊！来，阿姐，来，欢迎大谁？谢谢，恭喜啊，贤哥。来，吃菜啊！魏太太，谢谢你们，恭喜啦！快乐，我们一起干杯，好吗？嗯，怎么不吃啊？要是不饿，那就到这开始吧。
世袭将军，按照港币的发行制度，所有的银行在准备发行新钞之前，都必须按照1英镑等于16港元的固定汇率，将与港币发行额价值等同的英镑作为发行的储备金。这批未签发的港币总额超过了1个亿，却根本没有等值的储备金，以确保港币的价值如果签发流通，必将毁掉港币的信誉，甚至给使用港币的地区造成巨大的金融灾难。作为银行管理者，我们绝对不能做这种彻底违背职业规则的事情。您能理解吗？我不理解。不要！大日本正经银行到贺开户，业务金额1000万元。介绍一下，这位是正经银行澳门支行新任总经理尾形杨照先生。我是大丰银号的董事长，不知尾形先生此来有何贵干？今日是贵号开业的日子，作为澳门营业同行，我正经银行于情于理都该到场，顺便帮衬业务，以表同业休集之情嘛。不用客气。正经银行想帮衬业务，那就由我们的何司理帮你们对接吧。股票投资货币兑换，金银兑换就兑换黄金吧。你要兑换多少？1000万港币兑换成等额黄金。怎么？大丰不会连银号最基本业务都完成不了了？抱歉，我们今天刚刚开业，库存里没有那么多黄金。没关系，现货黄金存货不足也都是营业常事，也是没办法。这样吧，只要是直接挂钩黄金的等值货币，我都接受。怎么，这样也做不到？看贵号开业如此的声势，我还以为澳门营业新添了了不起的巨头，我才上杆子来求合作。现在看来，原来大丰的实力也不过如此。既然这样，正经也不为难各位，就当我没来过。我们走吧。只可惜这么多商界同仁，普通储户不明就里，来这种没实力的新银行开户理财，我真的无法理解他们的做法，真的替他们担心呐。对法币最新汇率3块7毛5。3块7毛5。はい。少しずつゆっくりと売り続けてください。はい。继续买入。3块6毛2。
売り続けろ。はい。売り続け。売り続けでお願いします。今天一共吃进了多少？将近150万。毕竟是开市第一天，香港投过来的港币又多，不免有人急于脱手。等市场回稳了，应该会回升的。就只能继续观察，随机应变。丸一日で200万しか売れなかった。尾形さん、これだと1億2000万売るまでいつになるんですか？何度いてもマカオで流通している通貨は香港ドルですから、あの箇所たちは法定通貨を多く持っていない。資金の調達に時間を与える必要があります。金融のやり取りは大佐のような特務機関の人間には分かりませんよ。ぬるま湯で中国のカエルとも煮るのか、私の専門ですから、ご心配なく。光我们大丰一家，就已经吃进了500多万港币，怎么还会这样？估计还是香港逃来澳门的资金太多，大家又刚刚经历了前段的封锁，人心未定。日本人又在香港掠夺了一些物资，最近这些日子商号又在不计成本的疯狂采购，这才是对市场最大的冲击。就怕没这么简单。我查过了，过去在市场上发行的港币印制年份全都在1937年之前，而我们最近收到的港币印制年份全在1937年之后。不仅仅是印制的年份新，还多了很多500块面额的钞票。我们已经反复验过了，这些港币不是伪造。香港以前也公布过500块面额的票样，这都是在发行计划内的。这些钞票上有汇丰大班和总会计师的签名，汇丰的信誉总不可能乱来。道理虽然是这样，但香港沦陷之后，汇丰毕竟在日本人的手里，如果这里面有任何的猫腻，这样的风险我们根本控制不了。我只是担心，我们刚刚停止买进，新闻就出来了，会不会太巧了？我也觉得不对劲，万一这批港币不止1000万？你们怀疑汇丰银行发布虚假消息？不至于吧？以汇丰的信誉，更有齐大班和乔总会计师的出面证实，以他们2个人的身份，难道连行业底线都不顾，撒下这弥天大谎？可他们人毕竟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这新闻发布会也是和日本人一起开的，日本人可什么都干得出来。3块1毛8，除了少量散户，没有大的炮弹。果不其然，阿贤、万琪，这下你们总该放心了吧？我提议，下午我们4家联手，合力护盘，把港币推到3块4以上。我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阿贤，下午这战不光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挽回已经造成的巨大损失，更关系着两老的合同和前线的抗战大局。何先生还有什么顾虑吗？要不然这样，下午我亲自去交易所盯着，有了什么变故也好随机应变。好，那这样我就更放心了。接着搜，接着搜，大哥。谢谢。随你。走走。箱子给我吧。这酒怎么卖？这酒肥仔。你姐呢？什么呀？香港跑单帮的山板经常替帮里送货。昨天半夜从铜锣湾出发，都快到澳门了，才发现船舱里多了这么个鬼佬，什么身份也不清楚，只知道昨天晚上铜锣湾鬼子闹得特别大，
光船都扣了好几百艘，应该就是冲他来的。包公爷的人马也全扑出来了，就为了找他，这人不简单啊！你快看看吧，他伤得很重，中了2枪呢，时不时还说了几句胡话，又全是洋文，只有你能懂。What's your name? Who are you? HSBC。哎，就这个，什么意思啊 ？OK。什么意思？他说的是汇丰银行和港币。既然鬼子被他闹这么大动静，这个人一定很要紧。家政，麻烦你现在赶紧送他去柯医生那儿，我去找贤哥。汇丰和港币，没人比贤哥更清楚了。行，那我找个黄包车，